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大概是个南北朝武将的忠实粉丝。豹头环眼、手握丈八蛇矛的燕人张飞，几乎就是从南北朝史书里直接走出来的，只不过被他写得缩了水、降了格。那个真正的原型叫杨大眼，神挡杀神，佛挡杀佛，马踏南北两境，罕逢对手，北魏军中单挑第一人。这个名字在正史里只占了寥寥数页，却是一个足以让整个乱世侧目的男人。现在我们来听听杨大眼的故事。我叫杨大眼，生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甘肃。其实打小我的名字就不叫大眼，眼睛也根本不大。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霸气炫酷的名头留在史书里，比如杨傲天、杨无敌之类的。可惜父母双亲对我没啥责任感，连我出生在哪一年都含含糊糊记不清楚，对名字就更加敷衍了事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亲爷爷叫杨南当，先祖有个爷爷名字更牛，叫杨南迪。原来我们杨家对名字霸气的渴望是刻在基因的传承，所以杨大眼这个名字土是土了一点，但霸气毫不逊色，我也就不推辞了。我们杨家世世代代统领甘南那个古时候名叫求池的丰腴之地，已经100多年了。中原朝廷换了好几波，不管谁做那个龙椅，求池仍然还是姓杨。那些君王们还争着给家主封官，一个劲的讨好笼络。只可惜我只是个庶出的娃，啥好事都轮不到我。纵生于一方豪强的家里，也是饥一顿饱一顿，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爸妈说了，古往今来纵观西东，我们这种出生在领主家的偏房孩子们，只有2条出路，当兵或出家。这个时候皇上拓跋焘刚灭佛不久，谁还会去当那个倒霉和尚？反而南北对峙，烽烟连绵，我们大魏一定有饮马长江的那一天。孩子，你将来当以从军为第一要务。既然要当兵，就得有当兵的本钱。于是我开始打磨自己的体魄，整天在黄沙漫天的戈壁奔跑，在沟壑纵横的山岗上蹦跃，在鹅毛大雪中策马驰骋，在烈日暴晒下打熬筋骨。如此一晃就是数年。10几岁的时候，皇上下诏要我爹去朝廷做官，于是我们举家搬到了都城洛阳。我们大魏皇帝英明神武，正摩拳擦掌要收拾南梁，于是我的机会来了。那一天，我兴冲冲地去应征南征大军的将官。面试的主考官看我其貌不扬，一身大西北的土气，哪像个做将军的样子，当场予以拒绝。此时的考试演武场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令人目不能视。我心生一计，对考官说：“大人，既然你对我不了解，让我秀一下拿手本领，好让你心安。”于是我拿出了平日套马的绳索，差不多有3丈长短，然后把绳子系在头发上，在地上捧起一堆沙，估算了一下风向，随后拔地而起，起身向前飞掠而出。我绷紧全身每一块肌肉，势若疯魔向前奔跑，绳索被我拉得笔直，在身后如飞石，紧随却迟迟不落的。如此保持了1炷香光景，我才回到考官身前，收回绳索。这时主考大人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赞叹道：“这样的奔跑奇才，真是千年未遇的神人啊！”这位主考官就是皇上面前的红人尚书李冲。有了他的引荐，我顺利得到了一个军主的职位。没多久，又升到了统军，加入了魏孝文帝的南征大军中。我军兵锋所指，辗转于皖、叶、坚、邓、九江、钟离之间。我凭借自身打磨的超凡体魄，经历战场厮杀数十场，无不勇冠6军，遂得勇汉之名。原以为跟着英明神武的老皇帝，我很快就能创下一番功业，没想到没几年，
皇帝陛下就驾崩了。小皇帝继位后休养生息，南北没怎么开战，不打仗的日子真是闷杀俺了。当年被选上当军头的时候，俺对同僚们夸下海口，我这次鱼跳龙门，金里画龙，再也不会和诸军为伍了。可是左征右讨了这些年，连个将军也没混上，毕竟还是吃了出身的亏。北魏的宗室本就将星如云，麾下一干豪族的酋长宗主们个个生猛，不打仗就没战功，俺这种庶出子弟就永无出头之日。老天开眼，南边竟然闹出了一个天大的幺蛾子。齐朝的边军大佬裴叔业竟然来降我大魏，还要献出淮河边防重镇寿阳，那可是北地兵锋进攻南齐的大门要害啊！老皇帝攻了好几年的未遂院，这次真是天下掉个大馅饼，竟然有人来献城。不过南边那个逼反裴叔业的齐朝皇帝也不是吃素的，当然知道寿阳得失的要害，马上派人沿水路直取寿阳。小皇帝这次也不墨迹了，派大军10万去接管寿阳。两边俱是往寿阳飞驰，谁先进城，谁就占得先机。既然拼的是行军速度，俺这个跑路奇才不揣冒昧，可就要闪亮登场了。于是俺和自己的好兄弟西康生领着5000铁骑撒欢往寿阳狂奔。我先率2000人狂飙数百里，冲进寿阳，接管了裴叔业的降兵。老西随后赶到，立马逼城固守待援。很快，南齐的部队也兵临城下，一口气都不歇，轮番攻城。数万打5000，攻了1个多月，愣是没打下来。等到我们的10万大军主力杀到，里应外合击溃了齐军。凭借此仗，我受封安荣县开国子，10邑300户，任直阁将军，爵位、封地、将军头衔，这一下子都有了。看来平时的跑步和骑术确实没白练。既然得了寿阳，按理说后面我们一波又一波的铁骑就可以直捣南朝的建康城了吧？但奇怪的是，小皇帝又按兵不动了。两边对峙着，大眼对小眼，一晃好几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南面改朝换代，从齐变成了梁朝。那个南梁皇帝萧衍，据说是个出了名的猛人，不但能打，还老谋深算，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又胸怀天下，老是惦记我们的都城洛阳。有这样的雄主将士，我们的宣武皇帝自然不敢轻易招惹，他不主动领兵来犯，就谢天谢地了。虽然东边不打了，可我那几年也没闲着。夺下寿阳后，大军陈兵淮河一带，导致其他地方兵力空虚，荆州的蛮族们开始不老实起来。有个名叫樊秀安的酋长率众起兵造反，我以别将身份随都督李崇讨伐，史书为证。本人身体素质超凡，即便全身顶盔贯甲，亦能马上部下腾挪迅捷，轻若无物。我不但能跑，骑马更是一把好手，所以麾下训练的部队视若奔雷，无论是行军还是冲锋，都是全军的箭头。而我就是这个箭头的箭尖，无论是攻坚还是防锐，每次与敌接战，从来我都是跑在最前头。我的大刀当者死，毙者亡，罕有能借我议和之将。那些蛮族哪见过这样的雷霆手段？只见一顿铁骑突进，仅月余就大破蛮兵，擒下樊酋船首，整个荆州地界。从此，在这些个地方，我杨大眼威名赫赫，是吓唬小孩夜踢的不二利器。都说怕什么来什么，南边的梁武帝萧衍登基没几年，就按下了战争的启动键，数万人大军杀奔我治下的荆州，还撺掇当地的蛮族部落反水，把属于大魏的荆州改名叫南梁的宛州。男人竟敢跑进俺家里蹬鼻子上脸，这口气书可忍，神也不能忍。朝廷大手一挥，头一次让我统帅诸军迎战，我杨大眼再也不是别人的小跟班了。封武卫将军、甲平南将军、持节都督诸军，这一串头衔听着就让人血脉喷张。既然兵在我，荆州又是当年我发迹的地方，
令当地蛮人畏之如虎。南梁的军队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在我大卫铁骑的轮番冲击下溃败，伤亡7000余人。统帅杨大眼刀斩南梁辅国将军王花和龙翔将军申天化。南梁北伐的攻势重点还是在东面啊。此战刚结束，我就被调去淮河战线当救火队员。贾平东将军加入都督邢峦的麾下，共抗南梁名将张会绍的大军。这场仗我还没怎么打过瘾，敌军就主动退却，连刚站住脚的江北重镇宿豫也不要了。后来问了几个降卒才知道，南人一听这次来攻的是我杨大眼，吓得腿肚子都软了，一个个心里直打鼓，哪有半点战意？原来我这么有名了吗？答案马上揭晓。收复宿豫之战后，我俨然成为大魏的又一个军神。无论是荆州的蛮人，还是江南的梁军，一听我的大名，都有创伤应激症的反应。大魏军中对我的勇猛刚毅更是赞誉有加，一致评价是不输当年关羽、张飞的盖世猛将。有一次，我偶遇一个南边投来的良将，他仔细端详了我大半天，说道：“杨将军，我在江南对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大家都传说您的眼睛大如车轮。今天见了，发现和普通人也没多少差别啊。”我答道：“只有在两军对阵的沙场上，我双眼圆睁，做怒目金刚状，杀气腾腾，令敌军不敢直视，这才是我名字由来的真相啊。”说起来必须感谢江对面的南梁皇帝，正是他的北伐铸就了我在大魏军中军神的赫赫威名。那么谢人谢到底，就让我来终结你老萧辛辛苦苦得到的江山吧。于是我率兵乘胜追击，与中山王元婴会师，拉开了影响后世数十年的钟离之战的序幕。钟离城紧附淮河南岸，背靠大河为天险，易守难攻，立为南北两军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通往健康的北大门。彼时南梁大军北伐一开始声势浩荡，岂料统帅萧红是个怂货，被一场暴风雨吓得一个人跑路了，导致大军士气低落，被我大魏宗室中山王元婴追着屁股狠揍，一路反攻平推到了钟离。同样都是皇帝的余地，一个是神助攻，一个猪队友，南北两军将领的实力差距就是那么大。因事发仓促，梁军根本未料胜败反转来得那么快，所以钟离城里近3000守军，县城只是时间问题了。钟离城因北临淮水，不利进攻。这年正月，我与元婴、娄化在位于淮水中的邵阳州两岸搭起了连接淮水南北两岸的跨河长桥。中山王驻军南岸，负责攻城；我则据北岸建寨接应，负责粮运补给。然而攻城战从来都是兵法下策，时间漫长却苦战不克的绞肉机。我军以车运土，与填平围绕钟离城四周的沟堑，并利用冲车撞击城壁，再以车轮战法连续猛攻，但却遭到城内守军顽强的反击。守将昌邑之及时以泥土覆填损坏的城壁，挡住我军连番冲撞攻势。毕竟守军人数不多，在我们疾风骤雨的猛攻之下，应该扛不了多少日子。然而没过几天，淮河上两岸浮桥枢纽的邵阳州却出了大乱子。一夜之间，在我军邵阳州营寨百步前，竟然平地拔起一座梁军大寨。寨门前有鹿角，有壕沟，建得有模有样。梁军阵中难道有人会妖术吗？不然为何能把如此大一座敌营传送到我军阵前？这个时候已经顾不得搞清事情原委，我立刻召集万人铁骑，一马当先冲向敌营。如果让梁军在邵阳州站稳脚跟，威胁我方浮桥，截断分出南北两岸的魏军，后果不堪设想。我一人一骑，奋勇当先，策马越过鹿角，跳过壕沟，手中大刀眼看已砍向寨门。此时大门突然打开，我眼前闪现连绵高大的军车，阻挡我前冲。
车后翻起冰冷的点点寒光，然后就听到弓矢破风的声响，宛如死神的咏叹。不好，那是北式强弩的骑射，其威力能够连穿至少2级重甲铁骑。我情急之下提将马撤到人力桩，可怜这陪我征战多年的老伙计，力中数弩倒地。我瞬间滚落马后，提刀前冲，趁着这波弩射的间隙，继续冲击敌兵军车连环阵。破风声又起，两军发射的动作怎么这么快？箭不容发，我挥舞手中刀，拨掉数支硬弩，再抬手举刀，召集身后儿郎，继续冲杀。冷不防一支铁弩嗖的一声射来，急如闪电，硬生生贯穿我举起的整个右臂，大刀蓦然落地。我被弩矢的冲击力带得后仰，耳中听到第三方风声。罢了，我杨大眼想不到，竟命丧此战。然后我听到几声惨呼，身体除了右臂，却无其他异样感觉。我倒在地上，抬眼一看，原来是身旁的几个亲卫奋不顾身冲到身前，帮我挡下硬弩穿身的厄运。此时身后的齐军也已赶到，二话不说就把我拉上马，迅速后撤。我伏在马上，紧闭双眼，耳边充斥着强弩收割人命的呼啸声，麾下子弟的惨呼声，战马中弩后的嘶鸣声。我杨大眼从记事起，生平第一次流泪了。兵败回营后，我强忍伤痛，第一时间巡视队伍折损情况。见到将士们伤亡惨状，再次潸然泪下。这些北地硬汉都是我一手带出来南征北讨的好男儿，我视若自家孩子一样珍惜。现在遭遇如此惨状，不禁与他们抱头痛哭。后来我才知道，梁军闪击邵阳州的主将是韦睿，一名身体弱的，经常坐着手推车上战场的妖人，一员令魏军屡屡吃瘪的智将。后世借鉴了他充满奇思妙想且冷静大胆的作战风格，创造了三国诸葛孔明这样一个作战近妖的著名小说人物。中山王和我并没有气馁，连着几日对邵阳州上的梁军营寨发起多次冲锋，往往一日数战，甚至夜晚也不停，却始终无法拔掉这个扎到喉咙口的硬刺。时间一晃就到了3月，汛期到来，淮河暴涨。那一日，梁军不知在哪儿藏了那么多高大楼船，一下子全拉出来，冲向邵阳州上的浮桥连接枢纽。楼船和我军营寨望楼差不多高度，两军攻势互射，竟然半点不吃亏，还能压制我方火力。然后邵阳州一南一北2段浮桥突然火光冲天，原来梁军趁着楼船对射吸引我军，用装满高油柴草的小船点火后冲向浮桥。另外不断还有男人死士趁着战事焦灼偷摸游上浮桥，持斧砍断浮桥船只和营栅。如此3管齐下，我军措手不及。南北2段浮桥被砍断后，立刻被大水冲走，分出南北两岸的部队开始溃散。钟离城里的守军也趁势杀出，魏兵力溃。中山王元婴单骑落荒而跑，我知败势已无法挽回，只好尽量收集残兵，将北岸粮草大营付之一炬，退回魏境。钟离之战是我的第一次作战失败，但作为军人，败一次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何况还是败得如此全军覆没，几乎丢掉了整个家底。皇帝陛下对我和中山王到底还是刀下留人了。元婴从一个宗室亲王一路到底，变为平头老百姓，我则被赶去东北当一个火头兵。人生大起大落就是这么刺激啊！从军神一下子掉落神坛，被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做个底层小卒。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我从未与人说起，也不愿去回忆。尝尽了人间最丑陋最黑暗的手段伎俩，
即便是刀山血海中磨练出来的我，也非常不适。终于3年后，皇帝因为南方战线烽火又起，只得找出我这个在犄角旮旯里蒙尘的妻子，洗洗干净，重新摆上了棋盘。那一天，我骑着高头大马重回洛阳，城里万人空巷，聚在街头争夺我付出的风采。他们知道军神在临，边关局势无忧了，但他们不知道，现在的杨大眼已不是3年前的杨将军了。这个人间不值得我来善待。我又回到淮水淝水流域，那片我经历过失败的战场，一切物是人非，曾随我征战的儿郎几乎一个都不剩。满眼望去，士兵们都是些青涩懵懂的面孔，没有半点杀气和血性。又经过几年南北两军的拉锯，忽一日噩耗传来，皇帝陛下驾崩，而南方两军乘势在淮河筑起高耸的富山堰，遇水淹寿阳，都会整个淮河北岸失地。我受命指挥大军进攻驻堰两军。当再次目睹南人高大的楼船、燃火的冲锋舟、赤着上身从水中浮现冲杀的精壮两军死士，8年前的一幕幕记忆在我脑中重现。不行，我不能重蹈覆辙，继续和梁军硬碰硬死磕了。于是我率军去往福山堰上游，命士兵连夜凿取，引水往别处，减少大堰的蓄水量。无奈福山堰过于庞大，凿取泄洪连着几天，效果不甚明显。我吃住都在开渠的工地上，手持马鞭亲自监工，凡是看见士兵带懒偷工，就一顿皮鞭招呼过去。后人质疑我一个曾经爱兵如子的杨大眼，为何如此虐待手下？我会如此答道：愿诸君宁为杨某鞭下犬，不为梁军水中鳖。攻击福山堰之战还没有结果，我就被朝廷调去了荆州做刺史。没错，就是那个部落丛生的蛮荒之地，我军神之梦开始的地方。对于蛮人的习性，我的治理经验是：恶人自有恶人磨，要让他们消停，就必须比蛮人更加凶悍、冷血。于是我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一批草人，穿着蛮人的衣着，在广场上当着众多蛮人部落首领的面，一件件将草人前后洞穿。你们要是敢造反，就是和这些草人一个下场。数日后，深山里频有虎患伤人，我觉得这是个立威的好机会，于是率亲兵进山猎虎，将虎头砍下，置于闹市街头示众。从此后，只要荆州有我杨大眼坐镇，再无蛮族胃口作乱。可惜我只做了2年荆州刺史，就又被召唤。这次还是皇帝召我，不过不是即位的小皇帝，而是驾崩的老皇帝。没错，他召我去地下护驾了。想我杨大眼戎马一生，纵横江淮南北10数年，终未尽平南之功。生逢大魏气数将尽之机，实非人力可为，甚憾。猛人杨大眼一生所向披靡，威名震动南北。然而再强横的个人武力，也终究抵不过时代的洪流。他所处的是一个豪杰并起，却又将武将渐渐边缘化的年代。他的故事就此落幕。然而历史没有落幕，在他身后，一幅更加波澜壮阔的乱世画卷正缓缓铺展开来。枭雄将起，英杰将出，那场席卷南北、重塑山河的大乱世，已经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杨大眼不会知道这些了，但他用一生铸就的威名，将永远刻在那个乱世最锋利的刀锋之上。